这只柴犬毫无征兆突然发起了攻击，就连经验丰富的训犬师都当场愣住了。回看监控才发现，姐妹俩只是单纯的给柴犬拍了张照。 谁也没想到，清脆的快门声竟成了引爆他情绪的导火索。5000년 전부터 개와 사람이 살면서 이렇게 쭉 내려오면서 저런 개들은 없어져 왔었고 제거돼 왔었어요. 정말 지저분한 공격성이에요. 글로벌 스탠다드로 봤을 때는 진즉 안락사 대상이죠. 原来这是一只刚满11个月、体重达到20公斤的混血柴犬，也是第一只敢放节目组鸽子的问题犬。因为女主人根本就没法把它带出门，它就像一个占山为王的嗜血土匪。 把主人死死地困在了那个名为家的斗兽场里。能养出这样一只柴犬，女主人本身也不是普通人。原来她练习跆拳道已经10多年，是实打实的黑带5段。按理说，拥有如此强大的武力值，控制住一只小小的柴犬应该不在话下。然而她却活成了一个没有任何尊严的血包。在镜头下，星美看起来似乎是个绝对的天使。当家里来人时，她会主动迎上前去，温顺的像一只没有攻击性的绵羊。저항감이없는데。镜头下，姐妹俩正围坐在桌前准备吃部队火锅。 而星美那条长舌头几乎快要舔到锅里了。按照常理，主人此时应该严厉地把它赶走，但是女主人似乎已经习惯了星美的疯狂试探，因为她知道只要自己动手，星美就会咬住她。손가락 하나 없다고 생명이 지장이 가진 않아. 물리면 물린 대로 그냥 놔주고. 오히려 세게 물었을 때 빼면은 더 크게 다칠 수 있다고. 伴随着星美的长大，咬合力也越来越强，不仅来帮忙的朋友被她咬得遍体鳞伤。 就连他自己被咬的次数都多到了数不清。只要柴犬心里不痛快，转头就是一口。黑带5段的女主人竟毫无招架之力，这哪还像宠物啊，活脱脱就是一祖宗。为了带星美去医院接种疫苗，姐妹俩试图给她戴上防咬嘴套，因为她从来都没佩戴过嘴套。最后还是给她换成了牵引绳，才顺利走出家门。接下来又是一个极致的骚操作，他们拿了一个没门的航空箱放进了车里，这不是用来装狗的，而是用来挡住它的。这跟掩耳盗铃又有什么区别？ 狭小的车厢里有一颗随时会出现的狗头，妹妹的心都快提到嗓子眼了。没过多久，幽闭的空间就让星美的暴躁因子沸腾了。她顶开了形同虚设的箱子，开始低声嘶吼。女主人以为是衣服吸引了她，就脱掉了外套，但谁知她的右手才是星美的攻击目标。面对这种情况，她没有责怪狗狗，反而是让妹妹下了车，然后把星美放在副驾驶。工作人员赶紧解围，让妹妹上了录制组的车。 但危机却并没有因为他的离开而消失。奇怪的是，他全程表情麻木，任由狗子啃咬。야, 이거 역대급인데. 刚才的一幕彻底镇住了所有人，他们没见过如此畸形的人狗关系。最后还是节目组把聋子们带来，折腾了1个小时后，他们才来到宠物医院。如果说车厢里的惊魂未定是一场前奏，那么接下来的意外才是星美的杀手锏。对于这只极具攻击性的混血柴犬来说，医院里刺鼻的消毒水味和陌生人的气息，会让它变得更加不安和狂躁。 护士此刻拿出了伊丽莎白圈和毯子，在3个成年人的压制下，星美竟然比年猪还难按住，就连牵引绳、金属卡扣都被她硬生生挣脱了。护士眼疾手快地用整个身体死死压住了她的前躯，这才勉强让医生给她接种完疫苗。就在这时，兽医敏锐地发现星美的后腿好像有问题，检查之后才发现她的髌骨脱位了。 슬개골이랑 입질이랑도 연관이 있을까요? 라고 생각을 먼저 하는 게 이제는 순서가 됐어요. 就在他们摘掉伊丽莎白圈的时候，护士们还是不幸受伤了。狭小的诊室里瞬间乱作一团，女主人再也忍不住了，她走到旁边开始崩溃的大哭。她觉得是自己的教导无方，才造就出了这样一个星美，但她并非没有努力去纠正过，几乎所有普通人能接触到的训犬方法她都用过了。在跟星美斗智斗勇快1年的时间里，她终究还是输了，被咬得遍体鳞伤。 所以现在他只能战战兢兢地顺着他的脾气来，基本上已经处于半放弃的绝望状态了。他不知道的是，面对星美这种天生带有狼性基因的烈性犬，那些缺乏绝对力量的压制感，在他们眼中反而更像是一种软弱的挑衅。女主人那份无私到近乎病态的善良和隐忍，最终被淬炼成了一把锋利的尖刀。这把刀不仅每天在割伤着他自己的身体，也正在不可逆转地刺向每一个无辜靠近的人。第二天早晨，他打算带星美去狗咖见见他的狗朋友。 但当他看见航空箱时，脾气瞬间又上来了。出门不到15分钟，他们就又折返回来，最终还是用零食诱惑他走进航空箱，两人一狗才能往狗咖出发。路上受了一肚子气的星美不断啃咬着航空箱的门，更要命的是，在他疯狂的扭动中，牵引绳居然再次被挣脱了。箱门刚被拉开一条缝，星美就窜了出来。好在他没有乱跑，直接冲进了狗咖的大门。此起彼伏的狗叫声彻底让星美兴奋起来了。 他扭头就咬住了女主人的外套，不断拉扯。 자기가 긴장했을 때 보호자를 물었잖아요. 看见自己的白柴朋友石星美并没有十分高兴，反倒是连着她的主人都一起咬。旁边的女主人更是被他一顿输出，这简直就是把她当成了人形沙袋。他就像在外面受了窝囊气的家暴男，
只敢回家拿老婆和孩子撒气。当时女主人觉得自己的双手差点就要报废了。江迅称，如果不进行强制干预的话，他的情况势必会继续恶化下去。正常的狗咬人是一口咬住，星美却是一口一口连续不断的攻击，但这还不是最让人后背发凉的。一般因为内心害怕而被动咬人的狗，它往往会攻击人类膝盖以下的位置，但是星美却一次都没有咬过人的脚背，它所有的攻击都集中在肚脐以上的位置，下一步很可能就开始咬脸了。如果不加干预，在3岁之前，它只会越来越严重。这绝不是训犬师的危言耸听。当一只具有狼性基因的狗发现咬手已经无法满足它的掌控欲和发泄欲时，它那锋利的犬齿早晚会顺着受害者的手臂一路往上，直接瞄准它最脆弱的命门。那个时候就绝不是去急诊室包扎缝针那么简单了。 제가 이 프로그램 진행자가 된 이후에 가장 무섭게 무는 개입니다. 왜 이런 위험을 감수하면서까지? 面对这番犀利的逼问，女主人给出了答案。既然自己把它领养了回来，哪怕带回来的是一个恶魔，她也要尽己所能的去弥补这个错误。为了所谓的责任感，她的确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열심히 해볼게요. 저도. 그 한마디 듣고 싶어서 왔어요. 2周后，3人组又来回访姐妹俩和星美。进屋前，男嘉宾问到什么样的行为容易被狗咬。江迅称，一般弯腰或者畏畏缩缩的人容易被咬，因为狗狗嗅闻到你害怕了，就会觉得你好欺负。为了以防万一，他还是准备了一套极其夸张的防暴头盔和警犬防暴训练专用的加厚防咬服。但还没等他进门，星美就先下手为强了。画面里，他突然扑向妹妹，连续不断的进攻。女主人此刻在旁边手足无措的像个孩子，最后还是妹妹哭着跑进浴室才逃过一劫。而女主人也在大脑空白了半分钟后才把星美关进阳台。明明自己什么都没做，就遭到了无妄之灾。妹妹的委屈加上身体的疼痛，让她哭到停不下来。 나 발톱 찢어지는 줄 알았어. 정말 지저분한 공격성이에요. 글로벌 스탠다드로 봤을 때는 진즉 안락사 대상이죠. 江迅观看之前的回放才发现，原来之前姐妹俩给他拍了2张照片，是快门的咔嚓声挑起了他的怒火，让妹妹成为了无辜的替罪羔羊。这一幕让所有人都毛骨悚然。从5000年前狗狗和人类一起生活至今，像这种极端的狗早就被基因淘汰掉了。不知道女主人走了什么狗屎运才遇见这只狼。一般的狗大多只会和亲近的人发脾气，但星美却不管亲疏一视同仁，你根本找不到其中的逻辑关系。在妹妹被节目组送去医院后，看着自己胳膊上的10多个牙印，妹妹想给星美安乐死的心都有了。当嘉宾们踏入这个家门后，星美安静地待在阳台里，并没有吠叫，但女主人却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如果今天没叫妹妹来，她就不会受伤了。男嘉宾说，如果是自己的弟弟被狗咬了，哪怕是做样子，他也会冲上去给狗击脚。但姐姐当时就在旁边，却一次都没能上前阻止，甚至连试图拉开她的动作都没有。 무서웠어요. 因为太害怕了，她根本不敢靠近星美。多次被咬伤的经历让她失去了直接对抗的勇气。原本大家以为女主人表现的意志很坚强，现在才知道她内心的恐惧早就根深蒂固了。当人类的恐惧成为了野兽称王的养料，这间屋子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屠宰场。江迅登门后，女主人眼角的泪水还没擦干，星美如同一个没事狗一样悠哉地伸着懒腰。她让女主人把狗放出来看看她的情况。接下来发生的一幕简直比惊悚片还要荒诞。星美靠近江迅，不断嗅闻，没有任何敌意，仿佛刚才对妹妹的攻击只是一场幻觉。江迅看着她手上新旧交错的骇人伤痕，叹了口气。他说，一般养狗的人如果遇见今天这种事，肯定会崩溃的。他隐瞒家人，自己一个人扛着这些伤口，这根本不是救赎，而是在自我毁灭。为了测试一下星美的触发点，他猛地抬起手，快速挥舞了一下。这个动作和刚才妹妹指着手机屏幕的动作极其相似，不过星美并没有太过出格的举动。就在这时，沙发上的女主人突然咳嗽了一声，这极其微小的动静成了星美的触发点。江迅察觉到她会把很小的刺激当成挑衅，似乎是为了印证他的话，星美跳上沙发靠近了女主人。江迅先让她站起来，把星美推开。他在旁边不断制造声音吸引注意力，接着他猛地起身挡在了一人一狗之间。因为江迅的介入，星美被逼到了角落里。看来他的攻击完全是看人下菜碟。他非常清楚，那个散发着强大气场的男人是块难啃的硬骨头，而那个浑身散发着恐惧的女主人是可以随时用来发泄压力的完美血包。在星美的心里，他才是这个家里生杀予夺的老大。江迅就是看透了这点，所以才直接对他降维打击。江迅说，只有当他趴在地上时，他才会解除压制。不过在女主人想给他擦脚时，差点又受到攻击。江迅迅速起身逼近，给他带来了强大的压迫感。此时柴犬就像一条无助的咸鱼，被挤压得无法动弹。江迅也想让他尝尝被针对的滋味。其实如果把星美放在户外环境里，它可以说是一只非常友善的野生动物，但是从人类伴侣犬的标准来看，它就完全是一头凶残的野兽。如果之前在家的是妹妹和一个小孩，它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去扑咬小孩，因为野生动物的狩猎本能就是专门挑选最弱小的对象下手。如果这种狗被江迅教育过之后，它会认江迅为老大，不敢造次。但如果他今天真的在这里训练了它，
这种带有狼性基因的狗有着很强的反向学习能力，它不会把将训的教训转化为自我约束的规矩，反而会把这种被压迫的愤怒变本加厉地发泄到软弱的人身上。而在他眼里，女主人就是那个好欺负的人。这句话如同千钧重锤般彻底击碎了女主人的信心。为了让她彻底死心，将训做了一个更加震撼的心理学实验。当他解除对柴犬的压迫，开始呼唤他后，星美竟然摇头晃脑地走过来了。这不是因为一人一狗建立了感情，而是因为压迫感解除了，他觉得很庆幸而已。这就是为什么不能把野生动物当宠物养的原因。他不会因为自己咬人了而有负罪感，就像人类也不会因为正常呼吸而感到抱歉一样。野性难驯才是他的本来面目。将训继续坐到沙发上，看看星美会有什么举动，但后者根本不敢轻举妄动，只是静静坐着。这种强势的态度才是最适合星美的教育方式。可惜的是，女主人根本做不到。女主人的恻隐之心和负罪感本身就比常人要重，如果她想继续和星美生活，就必须摒弃同情她的心。将训没有给女主人留下任何喘息和逃避的空间，他直接让她把牵引绳给星美套上。以往这个时候狗狗早就爆发了，但今天碍于狗统领的威慑，他竟没有半点不服。不过当将训接过绳子后，他就彻底爆发了。一人一狗也开始了最终的博弈。星美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想挣脱将训的控制，最后他成功摆脱了牵引绳，跑到了女主人身后。在这种极度的高压对峙下，将训再次给他套上了绳子。星美顺势又开始了第二波的对抗。霸道惯了的他根本不想屈服，但无奈在绝对的压制面前，他还是吓尿了。看着这一地狼藉，将训转头看向女主人，他问了一个无比现实的问题： 할 수 있어요? 그게 제일 큰 걱정이에요. 맞아요. 将训并没有指责他，反而罕见的在镜头前剖析了自己。他说，当他还是个10几岁的少年，刚接触训犬时，他也极其害怕那些凶猛的恶犬。这种恐惧即使经过了30年高强度的训练，也从未从他的心里真正消失过。将训说，连他都察觉到了女主人的害怕。像星美这种野性直觉极强的家伙，肯定比他更早就察觉到了这一点。在野兽的眼里，你的心软不是善良，而是可以被无限榨取的对象。他把2把椅子放倒，以此来威慑柴犬。不死心的星美又开启了第3次挣扎，一根牵引绳在他手中被用得出神入化。其实对于星美的训练，既不能打他，也不能让自己挂彩，因为一旦动手，只会迎来更猛烈的报复。对于这种违背常理的训练，一般人是做不到的。如此极端的训练方式本也在和这类狗逐渐消失，因为这类野生动物本就不应该成为宠物。在短暂的休息后，星美又发动了第4波反击，但最终还是以失败而告终。女主人看着自己的脚被压住，她不敢抽出来，因为她一动肯定会遭到攻击。但这次因为有将训在，她没敢造次。身为一名训犬师，她不想跟女主人说假话。 얻어맞으면서도 이 관계를 지속할 이유가 없어요. 女主人以为自己在森林里捡回了一只可怜的流浪小狗，但养大后才惊恐地发现，那是一匹根本无法被人类驯化的孤狼。女主人已经做了她该做的，但星美确实不适合继续养下去了。将训的话里带着一种悲悯与决绝，他未来大概还能活15年左右，但他绝不能再和女主人生活在一起了。如果继续把他留在这个家里，就连女主人的精神健康都会出问题的。这一刻，他所有的心理防线都被彻底击穿了。明明自己只想做一个平凡的铲屎官，但没想到却迎来了这样的结局。他见过他刚被领养回来时最可爱的模样，正是那份母性的滤镜，支撑着他忍受了无数个被撕咬流血的日夜。但在冰冷的基因法则面前，这一厢情愿的母爱却显得如此苍白。将训看着痛哭流涕的女主人，给出了他作为训犬师最终极的建议：如果是自己养的话，他永远都不会给他洗澡剪指甲，他的牵引绳也会等到他死的那天才会解开。这就是与野兽共舞的唯一方式，放弃所有人类对宠物的温情幻想，用铁血的物理隔离和绝对的冷静去维持这层极其脆弱的平衡。但女主人做不到，因为她太善良也太软弱了。就在她悲痛欲绝想抬手擦眼泪的瞬间，刚才被吓得尿失禁的星美竟再次死死盯住了她的手。如果没有将训在场的话，她已经扑上去了。这就是她的本性，她也注定只能这样活着。对女主人而言，这根本就是个无解的问题。伴随着将训沉重的背影离去，这间屋子里只剩下女主人绝望的哭泣。星美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已经来到了十字路口。拍摄结束后，女主人给节目组发了信息，她最终还是不想放弃，决定再尝试一次。之后，她又和将训打了视频电话，妹妹的伤口已经基本愈合了，这期间她也没再被咬过。将训一针见血地说道：“她没咬你不是因为她变乖了，而是因为你变得更加小心了。她是看懂了眼色才没咬人的。”这是一人一狗建立在极度退让上的病态和平。但值得庆幸的是，他开始对星美进行室内牵引绳训练了。最后，将训也给他嘱咐了几点训练技巧。他知道这个被圣母情节深度绑架的女人，终于在血泪的教训中不再那么恐惧了。其实，在现代社会，我们总是习惯用人类的道德尺度去衡量万物。有的人会觉得只要有爱就能感化一切，但星美的存在就像是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抽醒了这种傲慢的自我感动。自然界有着它独特的运行法则，野兽的基因里刻着弱肉强食的代码。
当一只未被彻底驯化的狼闯入现代文明的客厅，你的每一次退让，每一份无底线的包容，在他眼里都不是爱，而是你放弃抵抗的投降书。真正的爱绝不是没有底线的纵容，更不是搭上自己和家人生命安全的自我牺牲。当我们面对那些基因里带有不可控危险性的生命时，最大的慈悲不是把它强留在沙发上当个玩具，而是承认我们人类的能力中有局限性。你可以选择心怀大爱去救助流浪生命，但请永远记住，在展现圣母光环之前，请先穿好铠甲，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些基因深处的深渊，是你的温柔永远也无法填满的。你们觉得呢？我们下期节目见。